蛋子哥，晚上好。本人女，29，快30，是一个情感需求比较高的人。我在高中时遇上了她。哎呦我的天，29快30，下一个自然段的开头第一句是我高中的时候遇到了她，我就特别怕这种，特别怕这种。从刚认识就一直对她示好，但她当时沉迷学习，没有发展。后来我去北方上大学，她留在了南方，偶有联系。我对他没有隐藏过我的情感，但他都是哈哈哈拒绝我。他大学期间，我又主动联系了他，从他嘴里了解到他在大一时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，而且关系很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还是深陷其中，非常主动，非常投入，经常去南方找他。就这样，我们发展成了不健康的关系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一般就是瞧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瞧，你瞧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瞧，我们就这样维持了2年多。我很爱他，我知道他也很爱我，但不只爱我一个。我在被幸福包围的同时也很痛苦，我嫉妒他女朋友，恨自己只能在阴影下。在他考研之后，我和他分手了。考研上岸之后，我跟他分手了，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了爱而不得的痛苦，且他不会跟他女朋友分手。期间他有尝试联系我，但我因为因爱生恨不回他。时间来到了去年，我又联系他了，因为我一直忘不掉也放不下，我觉得这辈子都要被这份爱的沼泽给陷住了。我想解开这份心结，但我们一见面就又开始了这份不健康的关系，我还是那么爱他，疯狂的爱。现在他跟他大学时的女朋友一起住在他毕业的那个城市，我在另一个城市，我还是经常跑去他的城市找他，或者一起去他临近的城市。蛋子哥，我知道我不道德，他知道他也爱。我一想到未来我的身边不是他，我就痛苦。中间隔了那么多年，我都没有爱上过别人，我不知道是我太执着还是如何？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我很想爱别人，但我做不到。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应该一直保持单身。爱在我这里占的位置太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未来该怎么办？或者我该怎么样才能不去爱他？又或者我该怎么样控制自己失忆，忘掉他？我的天哪，你是中毒了吧？下蛊了吧？找个师傅做法吧？这什么呀？这吃个什么不干净的？这是啊，姐们，你过来，你屏幕那一头，你把你那个脑门往屏幕上贴一贴，其他人让远一点。破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？这精，处女武器有用吗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中毒了呀你！君有疾在腠理呀，啊，不奏将恐深啊！全球化做法，对啊，只能这中的西的都来点了，忒吓人了。哎，一般来说呢，都是推荐佛学入门的，听听佛学吧，看看能不能有用，姐妹儿。听听佛学吧，可能有用啊。唉，高中时遇到了他，真惊了呀！爱这么久，中间没有爱上过任何别人，到底是什么呀？可能也是确实我肤浅啊，我也没有这个荣幸，我确实体会不了是什么。是他这个解答3年真题5年模拟，是那个倩影吸引了你吗？是什么吸引了你？是什么呀？我的天，一个高中生可以让你迷到30岁，为什么呀？我好难理解啊！什么东西啊？究竟是这男的也好专一，哎呀，这男的也好专一，李诞不懂爱，我的天，反噬了！我就说不能轻易做法。我当年下山的时候，师傅就告诉了我，不要暴露我们门派的这个，没事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我们的这个能力。我就说不能轻易做法，反噬了。好难受，反噬。有时候想想啊，要是不懂爱，那这样是不懂爱的话，那不懂爱也挺好，也别太懂了。这懂成这样好吗？这太懂了，太痛苦了呀，不能太懂。哎呦我的天！我尝试着说一说啊，姐妹儿，我还是认真回答你一下。你这么信爱我，我突然给你一个处女武器就把你糊弄过去，也不太好。这份爱呢，我有点难理解啊，但大概率啊，如果是你从高中到29岁、30岁一直迷恋一个男的，这应该不是爱的问题。姐妹儿，这不太像爱的问题，你面对人生的方式出了问题。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要面对你的人生啊，这应该不是说爱这个男人的问题。你的人生，我也不是心理医生，我也不敢乱说。你可以回忆你高中的时候认识他那会儿，你生命中没出什么事儿，姐妹儿，你自己想想。我只是给你点小建议，你可以自己想想，你高中时候突然爱上他的那个时候，你家里是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？你要解决的是那件事儿。不是这个男的啊，面对人生再痛苦也要面对。你老往这个男的身上躲，就不痛苦了吗？哪天这个人家这女朋友给你俩赌家给一顿胖揍，这不痛苦吗？我求你了，姐妹儿，面对人生啊，
不要面对他了，你逃避到他身上没有用，躲不掉的，躲不掉的，躲不掉的啊！哎，这封信我真不能再念一遍了，太面对人生啊，就这一个建议，听听佛学入门，面对你的人生啊，人生再痛苦，那都是你的人生，这男的再好，也不是你的男的。啊，快去吧，求求你了！再读一遍，我还没有那个命了啊！我刚刚已经被法术反噬了，道心都不稳了，我还不能再读一遍了。这是坏我修行啊！这个主要是朋友们不想再听一遍了，他们听了也痛苦啊。其实没啥事，我可以再念一遍，他们听不了。我其实还好，大家随便买点啥吧，感谢啊！新来的朋友，这个看看销冠，老朋友看看新品，还有2分钟发过圈。我很爱他，我知道他也很爱我，但不只爱我一个。我在被幸福包围的同时也很痛苦，我嫉妒他女朋友，恨自己只能在阴影下。时间来到去年，我忘不掉，放不下，我又想见他，一见面又开始了这份不健康的关系。我还是那么爱他，疯狂的爱。现在他跟大学时的女朋友一起住，我在另一个城市，我经常跑去看他。这个男生是他高中时候就爱的一个男生，爱的不行，爱的我给转圈圈。姑娘已经29奔30了啊！我就直接来新的一封了。蛋总终于还是想求助一下，我的问题是关于我的婚姻。我和他从校服到婚纱，到现在已经一起走过恋爱11年，结婚5年。在外人看来，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，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女儿活泼乖巧，很能提供情绪价值。有他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。回到婚姻关系中，我们都没有原则上的问题，但是自女儿出生以来，各种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，问题一直积累，导致近1年争吵不断。他看问题比较极端，非黑即白，而且不会共情任何人。恋爱11年，结婚5年，你才发现吗？看问题就极端了，突然孩子有了就极端了，非黑即白了，不共情任何人了。恋爱11年，结婚5年，有点怪了。他只陷在自己的思维逻辑里，但我的脾气我也无法容忍他这样自我的做法。恋爱11年，结婚5年。突然不能容忍了，导致现在我们无法就一件事正常沟通。想求助一下蛋总，他这个德行的人，我应该如何跟他和谐的沟通，而不是每次不欢而散，冷战几天又得我去主动结束冷战，总是这样，真的受不了了。感谢蛋总，牛脆脆很好吃，刚买回来，结果被他一晚上给吃完了，我很无语。奶皮子奶味很浓郁，跟咸奶茶绝配，谢谢。希望蛋总看到我的来信给我解惑。信息太少了啊，你举点汲取的例子吧，姐们儿。光从这个现在这种信息读着，我只觉得非常奇怪。你们俩之间一定是出了一个大事儿，要么就是你没跟我说，要么就是他没跟你说。你们俩之间是应该出了一个什么事儿？我希望没有啊，但我感觉有。要不就你没告诉我，要不就是他没告诉你。你再给我来封信吧。这我也不能乱猜啊，你再给我来封信，说具体一点吧，这不然不合理了。恋爱11年，结婚5年，突然一下变成这样，好吧，有点怪。但你好，我是一个在申请博士的学生，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男博士。我24，他32，不同专业，留洋归来，在学校做副教授。认识之后，他对我展开了追求，这可以吗？不同学校是不是？不同专业，留洋归来，进了还不错的学校做副教授，那应该是不是一个学校吧？这可以吗？认识之后，他对我展开了追求，长得帅，很帅，情绪稳定，学识渊博，幽默风趣，能在很多事情上给我指点和帮助，我很喜欢他。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。相比较之下，我是一个家庭普通、长相普通的女学生，唯一的优势可能是我年纪比他小一些。优势。好的，是体育比赛啊，所以这段感情在我非常不自信的状态下开始了。他任教的学校在城市的一头，我的学校在另一头。每次约会都是他来找我。9月份刚在一起的时候，10天半个月约会一次。现在12月了，我们已经1个多月没见面了。我真的不喜欢这种状态，我希望我们能经常见面。他给我的感受始终是因为差8岁，我们的成长环境其实有很大差别，共同话题本就不多，不见面的话我不知道如何继续。我的想法是，爱就是需要见面，见面后才能让爱意落地生根。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下，表达了我要见面的诉求。他也说是他的学校在山里，交通真的不便，加上天气冷，他也没买车，不大方便，就不愿意出门。他说主要是他懒，之后配合我的需求，每2周至少见面1次。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还是不高兴，有点崩溃，莫名其妙想哭。你就希望他主动说，不是你主动说呗？这有啥不知道的啊？中间跳过了，估计就这么点事儿。我没怎么谈过恋爱，但真的很喜欢他。但是我也常常悲观的觉得，我们没什么未来和希望。我说的未来不是说要结婚或者怎么样，我本身不向往婚姻，也不排斥，我也不认为感情的最终局是婚姻，但是至少应该真诚对待。但我感觉他对待我像是无聊时候的消遣，如果一旦有了这种感觉，一定要相信自己。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，香烟晕成一道光圈。
和他的相片摆在手边啊！一旦有了这种感觉，你的感觉一定是对的啊！一定要相信，后面就不用看了，相信吧。你一旦有了这种感觉，一定是对的。哎，后面就是各种希望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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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不能说一团糟吧。见面和我聊天的时候，依旧很温暖，依旧给我指点，但我总有一种虚无感，一种抓不住的感觉，以及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的感觉。那就别继续了。后面就是一顿问我怎么调节自己，怎么正确处理啊，分了得了。你能把它当无聊的消遣的话呢，就可以再消遣一段时间。你当不了，不想消遣，那就赶紧散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，香烟是没有光圈。好吧，没啥好调整的。这你能消遣吗？你就消遣一下。你不行，你觉得不想消遣，那就赶紧结束，没什么好消遣，是不是？蛮简单的道理，对吧？只能想开点了。蛋总，我遇到了一个困惑，最近听到好几次朋友用内耗来说我，比如我在想我现在工作的一些瓶颈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瓶颈，怎么度过？我跟朋友交流讨论的时候，他们说不会就不会呗，也没关系，不要内耗自己，别内耗别人。从这儿开始我就有点怀疑什么是内耗。哎，好的，咱们今天来讨论讨论。我一直也觉得这个大家没事给自己发明点新词儿很奇怪啊，咱们一起讨论一下，挺好。我看看这信最后是什么个走向。我理解的内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，我其实不希望给我身边的朋友带来负能量，我只是想怎么变得更好。后面第二次另一个朋友更离谱，我说我睡了，刚刚午休，我好像打呼噜了。他说那咋了，打就打了呗，谁说你了？别人也没有 PUA 你，你怎么还自己内耗上了？我一头问号，我不理解。第三次是我的一些表现可能让一个男同事会错个意，以至于我其实没有发出任何邀请，对方就明确的拒绝了我。我本来想着我是不是想多了，我的第三个朋友来问我这个人的事儿，我就给他讲了。他说我没多想，就是在拒绝你。我那个当下其实有点郁闷，虽然我没有意思吧，但是对方拒绝我还是有种被否定的感觉，这个情绪是不正常的嘛。他对我说你又不喜欢他，管他干啥，不要内耗自己。我现在很恍惚，我觉得我的表达上也是正常陈述，也没有很多情绪，我这是内耗吗？他们说我内耗这件事情，现在确实真的让我很内耗。来，朋友们，损者三有，益者三有。来，损者三有，益者三有，对吧？有质有量有多闻，你这仨朋友挺直是挺直啊，量差点，多闻也还行，挺直的。这些朋友都挺直，但是处理的好不好呢？不知道。我觉得第一呢，大家少用这些新词，劝朋友的时候少用这些新词，容易弄成困扰。第二呢，我理解的内耗就是有一个事儿呢，想想能解决就多想想，解决不了想一想就过去了，这就不内耗。什么是内耗呢？解决不了又愿意想，就没事就要想，就想那个解决不了的，已经发生了的，无法挽回的，解决不了的。我认为这就是内耗啊，但我认为不用这个词也能说明白这种心理状态，就是没有必要非得用这个词，也能说明白这种状态啊。但是你们非要让我，但我非要总结一下，我就可以总结一下了，就是内耗就是这样的。我认为啊，因为你不向外做工嘛，你不对外使力，你不对外改变，不对外接受，不去行动，想坐在那儿，我解决不了，但是我就要想，想不清楚，我还要跟同事说，朋友说，我让朋友一起跟我想，这就是内耗的同时还有点消耗别人，这些词呢就没必要用，其实就这么点事儿。然后呢，至于你这几个朋友吧，你自己品品，你符不符合我刚说那些情况？比如说你第一个情况是说工作上遇到瓶颈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瓶颈？怎么度过？哎，你是很主动积极的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朋友不想听，说你别内耗了啊，那这可能是他的问题。然后你午休的时候打呼噜了，然后你另一个朋友说打就打了呗，你有什么好内耗的？这可能他说的也很对，吐槽一下就得了。如果你没事干就要说这个我打呼噜的这个事儿，有点讨厌。如果你就说了一次，这还好，这说一下要说一下的。发泄情绪跟内耗不是一回事儿，那个内耗要有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，还要逐渐加重。就是对一个困难呢，一个困难这么大，通过你反反复复的去想它，去加重它，解决不了它，在你的心里最后变成了这么大，这个叫内耗。一个困难这么大，然后你说啊，好恶心啊！我中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了，呸！这困难消失了，这不叫内耗，这是很正常，是人都这样，人有情绪要发泄的，好吧？好吧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这个表现会错意，这那的，这就更复杂了，这判断不了了，到底谁靠谱谁不靠谱？反正你就按我刚那个标准判断呗。需要再听一遍内耗的总结没听过？哎呦我天！
这有什么听不懂？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反复针对这件事情的思考。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反复针对这件事情的思考，这个困难的思考，能随着我的外部的做工和内部的想通，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，这就不叫内耗。我越想，它在我心里越来越大，它在客观世界上也没什么改变。这就是内耗，大概就这样。如果就只是一个情绪，今天发生了一个坏事，一个情绪，我就是抱怨一下，吐槽一下，跟朋友唠叨唠叨，这不叫啊，就是，哎，有点讨厌，有点倒霉，说一下，这正常人情绪是要发泄的，就看你是不是在折磨自己。总归来说，我是建议大家少学点这种词，少学点这些词。这些词呢，你们使用这些词啊，就是呢，让你有怎么说，让你说话的时候仿佛有思考的痕迹，但其实没怎么思考。就内耗这种新词，你们用这种词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都没怎么思考，但是让你说话的时候仿佛有思考的痕迹，好像我用了一个新词，我好像思考了啊，我好像思考了，我好像有自己的见解了。你没有，你就是学了个新词想用，少用啊。还有哪些类似的词？最近所有流行的词大概都这样吧。而内耗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流行词汇了？你以前说一个人烦恼，说我烦恼，我焦虑，我痛苦。我陷入沉思，这是不同的状态。你现在学了一些新词，统称内耗，你觉得对你准确的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什么帮助呢？你只是留下了思考的痕迹，但是拒绝了思考。尤其少说别人内耗，自己也少说自己，也少说别人，不太好。给别人一下也给框死了，也不太好。你这几个朋友吧，也没啥大错，但是很多人都这样，就喜欢弄点新词儿就往人身上贴。哎，喝点茶吧，对吧？你看这什么回避型人格这那的，就我每天小卖部读信这些高级词汇啊，不是这些高频词汇，不是这些吗？对，说明白这个世界上真的在发生什么，没有太大帮助啊，不要管用这些，对吧？闲聊天无所谓的，我也没有那么苛刻，咱们闲聊天是吧？谁还不说个什么 MBTI 呀，说你内耗啊，说你怎么你别 PUA 我，无所谓的啊，这不闲聊天可以，那你心里要有一个警惕，有一个警觉，就真的在思考的时候想想，有的时候你这个词儿说惯了呢。你就按照这个词儿去想了，你思考就没了。要警惕，就用这些词也能用，但是要非常警惕。你要警惕啊！咱们这个是吧，已经都这个信息都已经是冲刷，就是不停的冲刷你的大脑，不停的每天就是这样改变你的脑部结构，自己再不警惕一点，全完了。怎么才能不掉入这种陷阱？也不一定是陷阱，就是也没有人要陷你。这个东西倒也不是说非得后面有一个人要害你，没有，就大家是不自觉的。多读书。怎么才能不这个那什么？多读书，这书买一本。查理芒格算是非常有知识的人了，就是懂得非常多。但他说话呢，永远是尽量用老词给你说明白。我不怎么听查理芒格创造新词了，这就非常好。这我认为是非常体面的行为。就一个越懂得越多的人，越用就是已经有的语言给你把话说清楚，就我认为是非常体面的。你创造新词吧也可以，但是这都有啥书？看看有什么适合你们佛学入门，不错。巴菲特致股东信，这都不错。看看有什么让你这个微积分，大家应该没啥兴趣。戴蒙德啊，其实要从根儿上治啊，就你有这个野心，说从根儿上，就以后就防止这些陷阱，批判性思维，买一本就它，你就看着，你把这本书啃下来，这个世界上的人想骗你应该挺难的了。这个就根儿上就解决了，但特别厚，这个就读起来就是要下点决心，非常非常厚的一本书，就根儿上就解决了。看看还有啥？这微积分的力量是非常好的一本书，不是这本，微积分的力量，微积分的历程就是公式太多，这个没有数学基础看不进去。这本书别买了，大部分人看不进去。那个微积分的力量，大部分人都能看进去。哎，这本非常好。非常好，但你做好准备啊，这里还是有多少还是有点公式的，还是有点这个要看。但我觉得你耐下心来看一看，真的对大脑非常有帮助。我反正数学就不好，我就看了，对数学也有帮助嘛，那当然，至少会让你觉得数学真的很好。我就是看这书自学，然后再自学微积分。我高中数学一塌糊涂，但我看了这本书，我就知道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这个数学教育出了问题。数学本身是很好的，看看这本书，拯救一下自己的数学。你跟数学可能还有缘分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批判性思维肯定提升思维啊，那就是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，要啃一下。我就文科生，我纯文艺青年啊，我这文艺青年我也太纯了，纯文艺青年。然后那个，但那非微积分的力量这本书我太喜欢了，写的太好了。哎，怎么说到这儿来了？
哎，不知道，咱们就接着读点情情爱爱吧。直播就有时候说着说着，这个语言把我带到了一个，就是怎么给我干这儿来了？怎么说这儿来了？我刚才哪儿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主播是出家人吗？主播不是啊，一看你就直播看的少。天下的主播哪有出家人啊？天下的主播不都是你的家人吗？天下的主播哪有出家人？这主播出个家，还有你这个家人吗？这一句家人们，这出个家，这家人们说给谁听啊？我还是比较习惯叫大家朋友们，感谢你。新播客录好了，我跟天真录的，我跟天真录了2期，我们打算我的播客放一期，他的播客放上下集，不太可以吧？感恩蛋总你好，自你开播以来，只要有空都在听，小卖部给我很多陪伴、欢乐和思考。我想投稿一个我的困扰，我小时候有非常严重的分离焦虑症，现在回看是可以这样判断的啊，你就自己给自己确诊了是吧？不可以啊，姐妹儿。上来就错了啊！我小时候有非常严重的分离焦虑症，症就是病。完了说现在回看是可以这样判断的，不可以啊！自己别给自己看病。你是医生吗？你是法师吗？你不是，你啥都不是，是吧？不可以，先别给自己判断，不要没事自己在家上网就确诊了，好不好？一晚上刷个小红书确诊6个病，别这样行吗？想确诊去医院，要不就跟自己说我没病，行不行？没事别让自己在网上给自己确诊。我具体表现为幼儿园从放学就在哭，害怕自己没有人接，等小学可以自己回家就在家哭，害怕家人不回来，就这样哭个9年。哎呦我天哪，是挺严重啊，好像能确诊，但也不一定是分离焦虑，也有可能就是害怕，是吧？这一个人在家害怕也很正常啊。非要归因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夜夜不回家不靠谱的爹，一个被伤透了心给娃完整家庭坚强的妈，还有一个儿时内向敏感脆弱的我，造成了这一情况。后面上学读研就业性格想法都在改变，分离焦虑好像消失了，经历了几段不太好的感情，也找到了想携手面对未来的人，但是终于到了但是，分离焦虑这个魔鬼出现了。这姐妹太可爱了，这个姐妹你没事你给我整这么可爱干什么？她写到魔鬼的时候还加了个表情包，也许你分离焦虑吧，但是蛮可爱的。你想吓唬我啊？知道我测字，字里行间给我埋伏个小鬼图，想吓唬我。说下情况吧，我和我老公是自由恋爱，结婚不久，感情很好。我是技术岗位，885工作制，35好友。他那边朋友和工作伙伴掺杂在一起，饭局酒局都挺多。我支持他的工作，尊重他的爱好，但是真的，只要一个人在家，我就失眠，真的就会失眠。忙完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内心平静的躺下就开始失眠，失眠超过2个小时就开始焦虑。这个时候深夜自然就会开始胡思乱想，再往后委屈的感觉就会上来，一晚上睡不好，就会影响第2天一天的心情和工作和状态。但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就很正常，入睡也很快。为什么这个样子？我真的对自己好无语。我试过各种入睡的方法，冥想、按摩、泡脚，无济于事。这个事我没有跟我丈夫沟通过，因为确实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不用对方改变的情况下说出来，只能增加对方的心理负担。但我真的好难受，好困扰，时而会觉得很痛苦。如果一直独自面对和消化，也怕影响对对方的态度和感情。但你见过我这样的猪跑吗？你又如何知道在下没有吃过这样的猪肉呢？你这个语言能力还挺强，但你见过我这样的猪跑吗？你怎么就知道我没吃过这样的猪肉呢？万一我也天天在家哭个9年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揣测我。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？我了解了一下心理咨询，通过引导改变自己的依恋模式，但感觉好的心理咨询犹如大海捞针，我还没有找到信任的老师。希望能看到我的来信，闪烁智慧的光芒，给我支招。喜欢牛翠翠小奶帽，巴拉，后面就是夸我的啊！我看看前面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姐妹，你自己回忆一件事儿，就是你大学在宿舍的时候能不能睡着？你大学毕业以后自己住能不能睡着？你之前还经历了几段不太好的感情，那个时候都能不能睡着？显然都能，因为你跟我说分离焦虑这个魔鬼又出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依恋你老公，对不对？感觉是这么个逻辑，就你不是说一个人睡不着觉，是你心里产生了对别人有依恋的感觉以后，你就睡不着觉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这样的。我先把问题厘清问题以后呢，我再次强调，我不是心理专业的，我不懂啊。你心理咨询师，你接着找，我这小卖部就给你出点民间偏方、小歪招，我给你出点歪招。你只是因为你现在其实是个好事儿，咱先别把它当个坏事儿。你又出现了
可以依恋的人，值得依恋的人，所以你才有分离焦虑，这是一个好事儿。如果你一直没有分离焦虑，说明你一直没有遇到值得依恋的人，你遇到好人了，是不是？遇到好人了。我的建议啊，一定要跟对方沟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好人，因为他是值得依恋的人，一定要跟对方沟通一下。你也不要逻辑有滑坡，说这个事儿我没有跟对方沟通过，因为我感觉不用对方改变的情况下说出来，只能增加对方的心理负担。你跟他交流一下，你未必需要他改变，仅仅只是说出来这份依恋，他也表达了他能承担这份依恋，他不会逃走，也许你就好了。你这个痛苦不是你爸你妈承担不了吗？不扛不住你的依恋吗？你这老公小肩膀一支了，说哦，我不回来你就睡不着啊？那你等我啊，我尽量早点回来。哈哈一笑，可能就过去了。你都没有想到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也许就这么简单，肯定要跟他沟通一下，有那么难吗？没那么难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话不是给你说的，是给你老公说的。你刷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把后面这半段给你老公看。你俩已经沟通完了之后，先沟通完，沟通都好了之后，你老公能想一个招想一个招。你老公如果没想出来这个招，接下来这个招是我给你老公知道。兄弟，你媳妇呢现在有点依恋你，睡不着觉，你不在家，分离焦虑。完了你呢也有事儿是吧？也不可能天天就在家待着。你也有什么这饭局酒局，咱也不知道你那个饭局酒局有多重要，但是没事儿，我能理解你，你有饭局酒局。没关系，不回来可以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买一个这个小毯子，买一个你的小毯子啊，我这个小毯子，小毯子不行，你随便去哪儿买个玩偶也行。你在家的时候啊，你媳妇儿和这个玩偶或者这小毯子拥抱在一起，一起睡，就别洗了啊，也不会那么埋汰，上面慢慢就会有一些这个属于人体的这个香味儿，也不一定香，反正会有。然后你下次不在的时候呢，你就跟你媳妇说，见此物如见我本人。马上回来啊！你先凑合抱一会儿，马上回来，别太慌，慢慢就习惯了，慢慢就睡着了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我都怀疑你去找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都给你出这主意，你先试试吧，然后你再接着找你的咨询师。我这个民间偏方，我这个邪门歪道，你先试试，也许就有用啊，也许就好了。上面有一个人说买了8单，是因为要给8个人嘛？那是得焦虑啊，那分离是得焦虑啊。这都分解了，8个人像话吗？谈一下这个披风，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披风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可不是。我跟你说，实际上它是什么？注意看啊！我也是今天播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什么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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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业了！小卖部开业了，说是没注意。我也是今天直播的时候我才发现，好像没有尾巴。挺会表演，开业了。刚刚那个老公，你在吗？你把我这个雕虫小技你学一下，回去你就趴地上，你媳妇不就依恋你，不就分离焦虑吗？你动动他，这雕虫小技学一下，趴地上给他演完了应该也就没有那么依恋你了，彻底治好。雄狮中年是什么？哎呦我天哪，这个你们这评论都挺有才，又拒绝上动物表演了，哎，太逗了。我这每天直播，我不知道你们开不开心，我是真挺开心。就是说这儿有一堆快乐，我不管你笑不笑，我肯定是先笑了，我干了，你随意吧。笑出汗了，我想想那个画面应该挺好的，感觉肯定能给他媳妇治好，这还治不好，肯定治好了呀。只要你不笑成猪脚，什么猪脚？把自己逗到。蛋哥考完研蔫了，考都考完了，蔫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整点酒喝点吧。喝点吃点，蔫有啥用啊？考都考完了，感谢大家。蛋总你好，这是一个无聊的小故事，没有人性的扭曲，也没有道德的沦丧，只有经济的压力对感情的考验，让我年纪轻轻就秃个头。我今年30岁，结婚3年了，曾经也是一个白富美，家里开厂，小有资产，颜值8分，谈恋爱对我来说像呼吸一样简单，看上的男人只要勾勾手他就来了，谈过很多次恋爱，也算情场高手。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遇到了现在的老公，他身上具备我所喜欢的一切品质，真诚善良，情绪稳定，休息的时候还很会玩，工作学习又很会努力，每天情绪价值拉满，我简直太爱了。但是他长得很丑，是真的很丑，家里也很穷，不过我也不在意这些，决定一心一意和他在一起。我没有再去招惹过其他的莺莺燕燕，直到2020年的样子吧，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家的厂倒闭了，我再也不是白富美了，我变成了白美了，白小美啊！不过他也没有因为这些变故对我的感情产生变化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好。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，双方家里共同出资。他写的是白小美，但我觉得白美比较好笑，是吧？
我再也不是白富美了，变成了白美啊，白美了，比较有意思。但是人家自己写的白小美，咱们还是尊重吧。他一如既往的对我好，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，双方家里共同出资买了房子给我们。现在一个月还款1万多吧，不过后来去了其他城市工作，所以房子也没住上，现在还在租房住。我一直以来就没工作过，老公每个月工资也就3万左右。朋友们，这个曾经阔过的，这个从小阔过的说话就是不一样啊！这个从小阔过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啊！我一直以来没有工作，老公每个月工资也就3万左右。行，好，行，减掉房贷、房租等生活开支，简直所剩无几。现在开的车还是上大学时候我妈给我买的，10年老车，别说换车了，甚至有点加不起油，我太痛苦了。这样贫穷的生活我过个3、4年，我现在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尤其是想吃牛脆脆的时候，一次只舍得买2罐。哎呀 ，all in 才是我想要的人生，这太痛苦了。我老公反复跟我说他一定会赚到钱给我，让我相信他，但是我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。我现在认识一个有钱的大哥，很喜欢我，要给我10万1个月，我真的很心动。假的吧？读到这儿有点像编的了啊，有点像编的了。可信性不高了啊，你们觉得呢，朋友们？感觉像假的，我真的很心动，但是我老公真的很爱我，我也舍不得这样安稳的生活。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很过分，我每个月都会把钱全部花光，1毛不剩。不过我很克制，从不用花呗和信用卡，所以没有负债。呜呜呜，想哭！你这最后一个又感觉有点像真的，中间转折有点呜呜想哭，不像女生写的啊，哥们儿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，像男的写的，感觉像男的写。中间有一句我隐藏了。我觉得太难听，我没念。我现在知道，我觉得应该是个男的写的。我给你们念一下这句。我现在认识一个有钱的大哥，很喜欢我，要给我10万1个月，我真的很心动。我相信我能捞到更多，但是我老公真的很爱我。捞是那个捞月亮那个捞，感觉像男的写的。哥们儿，别整这一出，别浪费我感情啊！大概文笔自己找个文学网站写小说去，别整我，自己没事写点短剧去啊，像不像？你们觉得呢？像不像？我感觉像男的写的，女的不这么说话，哥们儿，啊，你这个还得练啊，角色代入你还得练啊，这文笔不这么说话，人家我也特别讨厌这个字，我就不想念，但是他最后感觉他也给自己聊爆了，给念一下，感觉应该是90%错不了，应该是假的，这讨厌你知道，就不喜欢说这个污染空气，感觉听到了，朋友们别整这一出，笑一笑好不好？开心一点啊，阳光一点。你好。我跟我老公11年的婚姻从无到有，最困难的那几年，孩子的出生，我独自带娃，他上班，他工资不多，磕磕绊绊。我很庆幸我的孩子健康开朗。就在我觉得我们婚姻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发现他手机有一个贷款信息，追问他，他承认他赌博了，欠了20多万。我查他账单，又发现了好多开房记录，我的天哪，转账！我的3观崩塌了，而且这些记录从7年前就开始了。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陪他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。孩子上学，我就自己考了本科，自学了本科，自考教师。我把精力都用来带娃和提升自己，他的这些行为我都没有察觉到，我感觉自己是个傻子。我目前还没离婚，我知道我该带着孩子赶紧跑，我走不出来。现在抑郁了，正在治疗中。我担心自己会不会不能工作，孩子的未来我们能不能保证？不带走孩子，我能不能开心？我想了好多，总归是自己还不够强大到保护孩子。你还不够强大啊！7年前孩子上幼儿园，那这会儿孩子都不小了，你还不够强大。7年前上幼儿园，这会儿都小学快毕业了吧？还不够强大，够强大的。我现在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。刚那个哥们儿，你要创作，你把这句加上，是吧？有个大哥真的很喜欢我，要给我10万1个月，我真的很心动。现在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觉中，这个就真实，这一下就真实了。这到底，天哪，到底是自责哇，我的天哪，惊了！我觉得我没有经营好婚姻，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家庭，我甚至希望时光倒流，想去改变这一切。我身边很多人不如我努力，他们过得很好，我觉得自己好无能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姐们儿，我这个直播你是全白看呀？还是那句老话，来自查理芒格，你是一个幸存者。你可倒好，你都不觉得自己受害了，你还觉得自己自责，觉得自己没有经营好。你能经营啥呀？人家也不让你经营啊，人家赌博也没告诉你，你也经营不了呀，人不就背着你的吗？就不让你经营。你能做到的事情呢，就是已经都做到了。你身边很多人不如你努力，他们过得很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多人碰到像你一样的事儿的人已经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喜欢比的话，虽然我也推荐你不要再比了。行啊，这小孩都小学毕业了吧？再整2年，小学这感觉很艰难的日子都熬过去了，赶紧吧。
跑吧，咋经营啊？人家让你经营，人不让你经营，人都不让你发现，就怕你发现，怕的就是你。跑吧，跑吧，你千万这个，你要是接受治疗，医生应该也跟你说了吧？你有什么错？你没做错任何事儿啊。但朋友在社交软件刷到她朋友的老公，意思就是出轨呗。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朋友，或者怎么告诉他，求支个招啊！别告诉，跟你没关系，这都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但很急，马上跨年，公司要搞聚餐。我35，大龄女青年，有房有车，收入不错，结婚7年没有娃，对方出轨，提出离婚，已离婚2年。啊，曾经一度抑郁1年，每想起泪流满面。离婚除了父母家人知道，我没有和其他人讲。可能觉得丢脸，也可能担心被频繁问起，再度沉浸过去记忆。今年工作生活整体顺利，没再纠结和沉浸在痛苦的记忆里，但社交很窄，至今没有开展新的关系，甚至连暧昧对象都没有。公司马上要搞年度聚餐，饭桌上免不了会问私人生活，这有啥免不了的？这礼貌一点就不应该问呢。目前没有人知道我的婚恋状况，但我该怎么回答？我担心说离婚会被领导拿捏。担心说了会被认为大龄嫁不出去，担心拒绝回答又很高傲。但娇娇，我祝你越来越好，我很想展开新的恋情。另外，希望生活多些色彩，有些人能分享喜怒哀乐。我生活工作3点一线，能给些拓宽社交的建议吗？那在我看来，公司搞年度聚餐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！看过电影吗？在那个聚餐上突然端起一个酒杯讲两句啊，朋友们，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啊，离婚了，请大家恭喜我。然后这一年工作呢也很顺利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自觉的给自己找一个新的任务支线，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啊！我先干了啊！感谢各位亲爱的同事。哎，领导你咋不喝呢？你也得给我找，跟你没关系啊！完事了啊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好吧，很简单，你做不到这个完全版本的，减难度的版本能做到吧？就是别这么高调，就是咣咣敲杯了，直接你跟身边的人说不也行吗？离婚了。今年啥都挺顺利，就是想交个新男朋友，你们介绍，主动说，拿捏你，拿不住啊，怎么拿捏你，捏不住。但，为什么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会不自觉的自卑呢？譬如遇到和自己生活节奏完全不一样的，在某个领域很专业的大佬，有种不知道该如何沟通的感觉，畏畏缩缩，一点都不大方，怎么才能做到不卑不亢呢？还没买牛脆脆，这就去买。某个领域很专业的大佬根本就看不见你，朋友想多了啊。无论你是扭扭捏捏还是怎么样，他都不会看见你。你爱干嘛干嘛吧，他的心里没有你。哎，我怎么反刍上了？我不会牛脆脆吃多了，我要变成牛了吧？哎，我怎么才反刍啊？我为什么这个嘴突然动了2下？我嘴里没东西啊？哎，好奇怪啊！吓我一跳，我嘴动了2下。感谢，感恩，欢迎大家！哇，好吗？感谢大家，点个关注，欢迎你们，打个好吧，点关注。呼兰的演出，你们要是那个专场买不到，你们可以查一查，他就是12月31号有一场演出，跟郑钧在一起。你们现在去上网搜一搜，那个票好像还有，你们找找。还有郑钧，还有高旗，还有超载，还有高旗、超载，还有 Kid 声音玩具，那个也卖完了。好呗，得嘞。完蛋，我还说给你们点小道消息，我接着读信啊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欢迎大家。但我想问一下，怎么解决自己与父母的关系？我是奶奶带大的，父母在我小学的时候离婚了，2个人都不咋管我，我跟父母都分别爆发过极其严重的争吵。因为这样的争吵，我曾1年没怎么联系过我妈，对我爸也是敷衍。我上大学之后2个人态度180度大转弯，天天对我嘘寒问暖，我真的很烦他们装模作样。因为我爸呢，就是特别爱玩大男子主义那一套，曾经把我训哭很多次。我以为我可以做到坚强冷静的面对他，但是我发现只要他态度稍微恶劣一些，我就还是很害怕。我害怕他又会跟我吵架，真的很苦恼。他们一直追着我，给我发消息，我想忘记都不行，而且感觉他真的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。我应该怎么解决啊？早点自己挣钱自己花，离他们远点就行了。追着发消息你不行，那什么吧，你专门申请个号，那号里只有他俩，你给他俩迁移到那个号里，就是每3天看1次，然后集中精力好好早日经济独立。但你好，听到你给那位经营服装厂的大叔出主意，我才觉得自己父亲的思想和他好像。你嘴里的那个大叔好像比我就大1岁还是2岁，我忘了。朋友，我父亲是75后，从小农村长大，只上到高中，凭着时代机遇做了些工程，挣了点钱，但人到中年机会少了，又不擅长人情世故，非常认死理。
又固执己见，胃病几十年了，身体也不好，这几年待业在家，没有什么收入，非常焦虑，且总会把负面情绪扔给家里人。我母亲也理解他作为家里唯一收入来源压力很大，但是觉得钱的事情不是着急就能有的，经常劝他把身体养好，陪着孩子比啥都重要，但是依然没啥用。前2年家里也发生很大的变故，他在当下改变了思想，但事后又全然忘记，所以我真觉得他思想一辈子都无法改变。我妈也不可能离婚，但是再这样下去，感觉日子只会越过越差。就比如因为他着急赚钱，又被人骗了不少，最经常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我妈极力反对也拦不住她。我母亲之前是在企业上班的，后来生2胎后辞职带娃也10多年了。他之前做工程的时候，就会把一些问题抛给我妈，让我妈给他收尾擦屁股。我看着他们俩都那么痛苦，我也很难受。尤其是他是我爹，他自己身体不好，心情不好，折磨自己，折磨我妈，影响我妹。你们家几个孩子？2胎俩孩子，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他这种思想，感觉无解，但还是想来问问吴姐姐们儿，你多大了？现在？你现在多大？我看看啊，我听下来感觉这个姐们儿已经离开家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感觉她不在了。他不在家里，他就是影响他妈和他妹嘛。啊，你能做的不多，你能做的就是好好的找个工作，自己赚点钱。你能做的不多，你去管他，你听我的啊，你去管你爹啊。你现在去管你爹，容易把自己搭进去啊，活个娃就爷爷了，去一个少一个，别去啊。你现在就好好的把自己日子过好，好好赚钱，你先就扛过这一段吧。你能自己赚钱，经济独立了，你以后是爱救他，还是爱救你妈，还是爱救你妹妹？那是一个独立的人能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经济独立没独立。你如果已经独立了的话，你就想着怎么帮帮你妹妹、你妈妈就行了。你爹这个情况救不了，整不了。你妈跟他有他们俩的相处模式，朋友，你劝不了。你只能自己强大、成熟、独立，然后是吧？能帮的时候帮一下。你想改变他，已经来不及了。